You'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. If we change it, you'll know how.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. Once you let it change.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不叫 Shark。上支影片跟大家介绍精品皮件的完整保养示范。如果有跟我买过任何皮件、皮衣的观众的话，都可以参考看看上支影片的这样的保养方式。基本上我卖场中的所有皮衣、皮包、皮夹都是依照上部影片的保养方式来做保养。同时，上部影片不是业配影片，所以影片中介绍的所有保养膏、马毛刷那类的保养产品，都是我用了5-6年左右，私心认为是最推荐的款式。如果你手边刚好有真皮的皮衣皮夹，或者是你女友的比较高档的精品皮衣包 ，Chanel、Louis Vuitton、Prada、Hermes 那些各大品牌，只要是真皮，然后是光滑的皮革，不是那种麂皮材质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用上支影片的保养方式来做保养。所以我相信拥有基本的皮件保养概念是蛮重要的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上一部影片介绍。那今天只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Uniqlo。最近新年了嘛，那我一直都有在关注 Uniqlo 有没有要预计释出什么比较厉害的产品。毕竟到了新年，服饰品牌多半都会在这个时机点释出一些比较厉害的产品。今年的话，我个人觉得 Uniqlo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预计在1月中会释出的这一款丹宁外套。那 Uniqlo 男装部分已经很久没有释出很值得期待的丹宁外套，这一次释出的版本跟过去 Levi Vintage 的 Type 1版型非常像，同时在细节还原部分也做得非常到位。再加上如果你有收藏 Vintage Levi 的话，你就知道其实想要入手到真正符合现在流行趋势的这种 oversize 稍微宽松loose fit 的 size 感的这种 vintage Levi 的话是非常难入手，就算有，价格也是非常不亲民。所以这一次 Uniqlo 的版本的话，最大至少也有推到3XL， 版型设计上也是绝对是非常符合现在流行趋势的这种宽松版型。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款单品，待会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析跟介绍。好，那就今天做人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脚 OTT。OK， 今天搭配走的是欧式优雅成熟风冬季混搭。最近台湾天气终于有明显冬季的感觉，这个时候我个人最期待就是运用 Cashmere 的产品来做混搭。尤其真正好的 Cashmere， 除了保温保暖性非常好之外，它的那种内敛的光泽感真的是非常吸引人。今天也是用 Cashmere 的大衣来做整体混搭示范。首先裤装的部分是选用之前影片也有介绍过的 Zegna的 Super Fine Australian Wool， 非常漂亮的锥形羊毛裤。内搭则是这次 U 系列在秋冬季推出的 Merino Wool 的这一款中高领针织衫。皮鞋则是搭配西班牙的皮鞋品牌 Zenvia， 它的 Chelsea Boot。最后大衣部分就是今天混搭重点。今天搭配这一款非常厉害，它是 Burberry Cashmere Cargo， 跟之前影片介绍的 Burberry 的 Cashmere Cargo 稍稍有点不同。之前影片介绍深灰的那一款，比这个颜色更淡一点点的那一款是60%的 Cashmere 混40%的 Wool。今天介绍这一款的话，则是最顶级的 Burberry 的100% Cashmere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它的表层全部都是采用100%的 Cashmere， 没有混任何其他品种的羊毛，所以你如果有摸过真正好的100% Cashmere 的话，就知道那个接近是触摸动物皮肤的那种触感非常漂亮，非常舒服保暖，光泽感也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目前现行 Burberry 的官网还有在贩售的这种100% Cashmere 的 Cargo 版型，台湾定价的话是135000左右。如果不是 Vintage 的话，应该很少人会愿意花这个钱去入手
全新的这个100% cashmere 的原价。同时，今天介绍的版本是 Burberry London 日本制时期的版本，版型设计是以日本人的身形来做考量。像我身高172，体重80公斤，平常 Uniqlo 都穿 XL， 我的这种身高不高，稍微有点肚子，体型没有非常理想的这种身形，这种日本制时期的 Burberry 反而非常适合我的这种身形。再加上这一件 Cargo 的话，同样是选用 Burberry 招牌的 Raglan 无肩线的设计，所以这种修饰身形的无肩线设计的话，任何体型、任何身形都可以轻松驾驭，因为它就是这样凹下来，不会有那种方正的那种肩线感。再加上这一款的话，没有任何垫肩，所以不会怕说这个版型可能不是适合自己的身形。基本上它的这种 Raglan， 无论你的身形高矮胖瘦，都可以轻松驾驭。最大的重点，我个人觉得绝对是在于衣长的部分，因为它是日本制时期的 Burberry， 所以衣长拿捏得非常完美。像我172身高，腿已经非常短，我的膝盖在这边，它的下摆在膝盖以上一截，所以对于身高不高的人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 size 感。尺寸的话，它官方尺码是 medium M 尺寸，像我平常 Uniqlo 都穿 XL 嘛，这一件的话是刚刚好的宽松舒适感。袖长的部分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，胸围胸宽的部分完全没有紧绷，腋下的话也完全不会紧绷。像我的身形平常是有健身的习惯，上盘算是比较宽大的，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袖子腋下这边会紧紧的那种感觉，这件的话完全没有。所以你如果身形跟我有点类似，上盘比较宽比较厚实的身形的话，这件的话完全不用担心，腋下完全不会紧绷，所以是非常理想的一个 size 感。颜色方面的话，它是 dark gray 的色调，深灰接近黑色的感觉。之前介绍那款也是 dark gray 的色调，可是这一件的话更深的感觉。如果没有跟其他黑色的羊毛产品来比较的话，其实你肉眼看会觉得它几乎是黑色的色调。像我们内搭针织衫是真的纯黑色，是不是 dark gray 跟黑色感觉上是非常接近。主画面的话，我完全没有任何调色，所以应该是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 dark gray， 那这个是正黑色的感觉。其实像我们要入手这种比较偏主角型的外套大衣的话，我个人非常推荐第一件入手的话，可以入手这种深灰色调，最好就是接近黑色的这种感觉。如果都已经入手到这种层级的100% cashmere 的话，稍微有一点灰的这种色调，会让它的纯 cashmere 的这个光泽更加明显。别人远远看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很明显是真正的 cashmere 的大衣，再加上这个灰色的光泽感，会让你的整体搭配看起来更加高级。所以这件整个色调来说，对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一款。那你如果想要尝试看看真正好的 cashmere 的话，这个颜色、这个衣长还有这个宽松的 size 感是非常推荐的。size 感跟面料的珍惜性，大家可以理解到之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件整体设计 detail。首先，轮廓设计方面是选用最经典的 Burberry Cargo 版型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这种中长版风衣的话，我个人最推荐就是可以选择 Cargo 这种版型。其他可能 chest coat 啊、trench coat 之类的没有那么好驾驭。那这一件最低调最干净的 Cargo 的话，我相信是任何人驾驭的都可以非常好看。最大的优势就是 Raglan 无肩线设计，再加上正面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口袋纽扣或者是缝线设计，就是这么干净低调。选用了这么顶级的 Cashmere 的话，版型设计尽可能是越低调越好，因为本身面料就很漂亮的情况下，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多余的设计来做点缀，这样就可以更加凸显出 Cashmere 羊绒漂亮的这种面料特性。纽扣部分它是采用4扣设计，同时这件的话厉害点就是在于它在纽扣部分不是普通的塑料扣，每一颗纽扣全部都是 Burberry 顶级的水牛角扣，天然的水牛角扣，每一颗都有 Burberry 的刻印 logo 在上面，还有袖子这边的纽扣也是，每一颗状态都维持得非常好。这一件整体状态可以说是
净新品等级啊，没有任何明显的使用痕迹，状态维持得非常好，羊毛的这种舒肤特性维持得非常漂亮。这一件的话真的是非常赞的一款。前几天才稍微再逛一下 Burberry 现行版本的这种卡扣版型，100% Cashmere 同样也是搭配水牛角扣，售价就是135000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官网，基本上版型设计是完全一样了。再来口袋部分，双侧采用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设计，这个 Warm Pocket 的话设计的蛮深的，稍微有点往下的感觉，所以你如果想要放个手机之类的话是完全 OK， 你不会怕它掉出来，手机是可以横躺在里面。在 Warm Pocket 内层同样是有 Cashmere 的内衬，所以保温保暖性非常好。那同时除了 Warm Pocket 之外，你伸进去然后往后的话，就可以摸到它的贯通口袋的设计。这贯通口袋就是可以让你在扣纽扣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拿到裤子口袋内侧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方便。就是有2种口袋，一般的 Warm Pocket 直接伸进去就好，贯通式口袋的话，则是往后伸一点就可以灌出来，所以整体而言是非常方便。我很喜欢它这个插口袋的感觉，刚刚好。在领子部分，一般不要立领的情况下是这样子，比较低调自然。那我个人比较推荐这种卡扣版型，最好就是把它立领，立领之后稍微往下压一点，这样子在正面轮廓的视觉效果会更加立体漂亮。内侧的话，左右各有一个暗带式设计，所以收纳量是非常足够的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内里。选用非常漂亮的这种缎面式内里设计，同时全部内衬都是布满着 Burberry 的刻印在上面，是非常低调又优雅的设计。两袖内衬的话也是采用缎面内里式的设计，那这个缎面内里又更加高质感，跟内衬的感觉是不一样，它是有点像拼接式的感觉。袖子内衬的这一段的话是更加漂亮，摸起来非常舒服滑顺，所以在外套套进去的瞬间是非常舒适。一般日常搭配的话，我推荐就是不用扣，这样子感觉是最刚好，搭配那种中高领针织衫是最漂亮的。天气再冷的话，我们就扣2颗。这一件的话，我推荐是扣第2颗跟第3颗就好了。上排的话，你就自然的敞开，这样子感觉是最刚好。官方尺码是 M 尺寸，可是像我这种平常穿 XL 的 size 感，胸宽完全不会紧绷，还有一定的舒适性。腋下的话，完全没有任何紧绷感，非常舒服。完全不会紧，而且 Cashmere 的好处就是整件外套很轻，跟你一般的那种厚重的大衣感觉是差距蛮大的。同样是冬季，你可以选择羽绒大衣那种偏臃肿那种感觉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种轻盈、利落、优雅的 Cashmere，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欧洲绅士路线多半是喜欢选用这种羊绒大衣来做混搭 ，Cashmere 真的是非常推荐的一个外套。最后饰品的部分，左手搭配是1990年代的 Secco Dolce， 右手的话特别厉害。如果是老观众应该就知道，我第一个入手的925纯银手链的话，就是 Gucci 1990年代 Tom Ford 担任创意总监时期的 Plate Link Bracelet。我的到现在都还有留着，因为一直都有在使用，没有特别保养，所以我就让它自然旧化。最近找时间再给它重新抛光一下好了。当时几乎每部影片我都是用这个来做搭配，真的非常喜欢它的这种粗犷设计，很有意式的设计美学，再加上它的细节做工非常扎实，扣环处的部分也很紧实，用了多久都很紧实，完全没有松脱的情况。我很喜欢当时的这种意大利职人的工艺水平，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刺腹，打磨修边都做得非常细致。这一次非常难得入手到，几乎是净新品等级，完全一模一样，尺寸也是一模一样，完美的 size 感。基本上我的手围大多数的男生都可以正常驾驭，这个 size 感的话就是完美的 size 感。90年代的 Gucci Plate Link Bracelet 的话，它是一节一节的设计嘛，最理想的就是4节。
4节的 size 感是最适合一般男生身形的设计，算是黄金尺寸，再加上这个净新品等级，完全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，盒子什么都有完整保留。你看，用了5、6年都没有什么保养的自然旧化，有点战损版的感觉。跟镜面抛光的状态是不是差距非常多？要找到这个净新品等级真的是非常难得。5、6年前入手之后就一直有在找，看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，可以跟观众分享。终于让我找到，而且状态还是这么猛的一款，真的是非常惊艳。当下收到手的瞬间真的是吓到，很推荐。如果是老观众的话，真的可以参考看看。要找到下一条这种品相、这种 size 完美的4节，又是绝版的 Tom Ford 担任创意总监时期的这个 Playling Bracelet， 真的非常难得。现行的 Gucci 银饰都已经不是采用这种比较粗犷的意式美学那种感觉，所以很难得可以再入手到这么漂亮的一款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到时候我也会上架到虾皮卖场，链接都会放在下方介绍栏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那今天整体搭配就是这样，用这种比较低调高质感的单品来做组合，经典的灰黑色调搭配一点银饰，最后就可以强调出今天的搭配主角100% Cashmere 的 Burberry 大衣，可遇不可求的真正的好物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简单介绍今天的搭配呢，马上进入今天重点，跟大家分享即将在1月中释出的这一款 Uniqlo 男装牛仔外套，颜色有2种，浅丹宁跟深丹宁。那我个人推荐2个颜色，绝对是先入手深丹宁，因为你用久了之后才有那种水洗旧化的感觉，跟纯粹的拿到水洗色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版型设计，整体轮廓的话，就是典型的 Levi Type 1的版型。论细节设计的话，应该很明显是2战 model 的版型。以 Levi 的话，最多人想要入手的传奇的单品就是2战版型嘛。2战版型的话，最大的特色就是纽扣，它会是选用4扣的 donut 扣的设计。这件的话，它是5扣式的设计。不过纽扣的话，你看我们已经有看到它还原的非常漂亮，是选用桂冠叶的这种 donut 扣。过去 Uniqlo 的纽扣很少用到这种桂冠的 donut 扣，多半是上面会刻 Uniqlo 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件的话，这样子感觉上是还蛮对味的。如果没有看内标的话，完全看不出来是 Uniqlo 的版本。左边单口袋的设计，它是没有掀盖的设计，也是2战版本的设计 detail。因为当时原物料缺乏，所以原先的上盖也就把它移除，纽扣也变成选用更加低廉的这种 donut 扣的设计。再来最重要的 detail 就是背面，背面有没有看到这个背后打折的这个 buckle 设计？这也是过去 Levi 早期的 Type 1才有的细节。再插一个 T-back 的缝线就完美了。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Uniqlo 的丹宁外套有把这个 buckle 的设计加进去，过去应该都没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尺寸表，这件很明显是 oversize 的设计。以我的身形的话，我平常 Uniqlo 都穿 XL 嘛，这一件的话差不多 M 穿合身 ，L 穿宽松，那 XL 穿出 oversize 感觉。你如果身形更大只的话，这件有推到3XL， 所以理论上所有身形的男生都可以轻松驾驭。理论上是全台门市都有贩售，售价一样很亲民，1690元。那1月中旬开卖，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一款1月中即将开卖、非常让人期待的 Uniqlo 所推出的2战版本的丹宁外套。这款的话，我觉得细节还原的都很到位，同时 Uniqlo 的丹宁又是出了名的柔软舒服，虽然没有像过去的这种 Selvedge Denim 这么扎实的那种感觉。如果单论日常休闲混搭，你想要穿舒服、穿自然宽松、穿出这种漂亮的版型轮廓的话，这一次推出的这一款我个人蛮推荐的，毕竟它的 size 感真的拿捏的比较符合现代流行趋势。到时候开卖也会再跟大家分享实穿的感觉啊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。
另外，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我近几年入手最满意的一款 Burberry 大衣。这一款大衣真的是很惊艳，100% cashmere， 那水牛角扣就是符合亚洲人身形的这个漂亮的衣裳，颜色这么对味，尺寸也非常完美。全新的原价是135000，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。那二手的话，努力一下，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。我到时候也会上架到虾皮卖场，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。那另外，如果老观众就会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Gucci 的 Playlink Bracelet。银饰的话，我已经经手很多款，一直都没有脱手的就是这个 Playlink Bracelet。终于找到尺寸、状态都很完美的近新品等级，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尺寸，又是完美的 size 感。当时绝版的 Tom Ford 时期，真的在打磨做工非常扎实。版型设计又很有意式的那种粗犷的美学，所以真的非常推荐有兴趣的老观众可以参考看看。整理好的话，全部都会上架到虾皮卖场，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到这边，那如果喜欢这一型穿搭影片或是公妈这边的话，再给大家发下跟频道，并且开小铃铛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，也可以报一下。还有 Sobook 虾皮卖场进取上的新品，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。我是 Rock，我们下次见。